各位同学，我们已经来到这个课程的最后一个单元了，现在要放烟火了，对不对，丽婷？没错，砰砰砰，要放烟火庆祝一下。那在放烟火的时候，就会看见各种灿烂的火光，各种灿烂的图案，也就是同学们能够将这几个单元里面学到的每一个本事，都能够展现在你的个人学习网站 ePortfolio 里面。好，各位同学，我们辛苦耕耘，现在就要开开心心的收割了，对不对？最后你的任务呢？别急，我们要有一个好玩的来了。从青蛙的故事各篇文本中，我们已经学习到印尼文的结构跟它的口说表达。于是我们现在要来汇整一下，把它们全部我们所学的变成一个 ePortfolio， 制作属于你的个人学习网站。那这个网站呢，我们会把它分享出去，里面可以充满你个人的特色。别忘了，我们刚刚还做过一些剧本哦，现在就是把它秀出来的时刻了。而别忘了，我们有这些创意，也要顾好我们的根本。对，没错，所以我们要有一个语法小试身手的期末评量。不要紧张，这个不会太难，只要你认真看过前面每一课，这个绝对难不倒你的。好，最后我们还是有一个问题要问问何老师哦。老师，请问从青蛙故事文本里面，你能看出印尼人他说故事的方法吗？他说故事有分什么前景、背景？那他们有没有什么语言上的不同呢？印尼人说故事就跟我们其他的语言说故事是一样的。我们有故事的主轴，也就是它的骨头，它的进行的先后次序。那还有故事的肉，那有些肥肉，有些瘦肉，有一些是不同的这个装饰，把这个事件描述得非常的仔细有趣。所以怎么表示这个骨干，怎么表示这些个描述的细节，那我们就要看印尼语里面独特之处。所以各位同学要仔细的再回顾一下这几篇故事里面，如果你要将它次序排列出来，那么哪一些个动词会帮助你将它1、2、3、4排得清清楚楚？如果你要讲一些个细节，用放大镜继续深入的去看，那是哪一些的东西会提供背景的讯息？好，我们听完这么多，有没有觉得自己已经学了很多啊？我们现在也是印语的小小专家咯。我们现在要开心的庆祝一下，感谢各位同学跟着我们这几周的脚步，一起完成这一段印尼语之旅。谢谢大家。